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萧炎感受到他手掌上的龙印越来越淡，而龙印传来的方向也并非是东龙岛。他压下心中的震怒，带着彩铃疯狂地奔向龙印感应传出的方向。北龙岛上宛如被鲜血浸染，看上去极为阴森。一道道身影将巨岛围了个水泄不通，他们的目光中满是愤怒，脸上更是恐惧阴沉。北龙王这个混蛋竟然施展了数千年前便被销毁的化龙魔阵。化龙魔阵乃是太虚古龙一族的禁术，这个阵法是当年一位实力超凡的太虚古龙强者所创。此阵成型后，除了作为阵眼的人之外，所有处于大阵中的人都会化为血水，被阵眼吞噬吸收，以此来提升作为阵眼之人的实力。但因为这个阵法太过血腥，被列为禁术，最后销毁掉了。而当年掌管古龙一族秘术的人正是北龙王的太爷爷，如今看来，他当年不仅没有销毁，还私藏了下来。他的好大孙北龙王更是直接在北龙岛上施展此阵，岛上的强者大部分也都化为血水，被北龙王吞噬。浓郁的血光笼罩着整座北龙岛，血光内正嫌祭品不够的北龙王疯狂大笑，只要能吞噬紫妍，他的血脉必会超过太虚古龙一族所有前人，到时候他便会是太虚古龙一族有史以来的第一人。此时的紫妍脸颊苍白，气息萎靡，情况非常不好。他对面的北龙王身形壮硕，浑身肌肉犹如活物一般蠕动，一股股血浆从他的毛孔中流出，看上去宛如一个血人。最恐怖的是他的头颅上有着三大龙王三张脸。紫妍目光喷火，怒骂北龙王是个畜生，既然吞噬了自己的盟友西南两大龙王的肉体和灵魂，最终变成了这样一个怪物。北龙王生吞了西龙王和南龙王，又依靠化龙魔阵吞噬了不少强者，如今他的实力已经远远超过了紫妍。若非是有些忌惮紫妍手中的正统屠龙剑，紫妍早就葬身在他手上了。紫妍紧咬银牙，死死地支撑着。因为化龙魔阵的缘故，东龙岛的强者根本不敢踏足其中，他们一进来便会被化为血水，反而是暗中增加北龙王的力量。北龙王从下方抓了3名族人，将他们当作武器一般甩向紫妍。既然这位新龙皇想要救人，那他就让他救个够。紫妍银牙一咬，一股暗劲将那3个人送出化龙魔阵。他刚送走那3人，北龙王就出现在他面前。他布满血浆的大手闪电般轰在紫妍肩膀上，充满腐蚀味道的血气瞬间让紫妍体内传出剧痛。紫妍喷出一口鲜血，身形不断倒飞。北龙王一脸疯狂，大手抓向他的天灵盖。就在他的手掌即将落在紫妍头顶时，一团粉红色的火焰升起，恐怖的高温让北龙王落下去的手掌僵在了半空。踩点小能手萧炎终于出现，粉红色火焰化为火罩，将紫妍牢牢包裹住。萧炎和彩铃两人出现在紫妍身旁。北龙王舔了一口嘴角的血浆，怒骂黄天是个废物，居然才拖延了这么短的时间。不过也无所谓，如今大事已成，萧炎前来也不过是给他添一份祭品而已。紫妍突然咳出一口鲜血，他肩膀处的化龙血气飞速侵蚀着他的身体。他苦涩地看向萧炎两人，这一次可不像上次那般容易解决。北龙王在吞噬了那么多龙后，现在已经隐隐达到了6星斗圣的地步。萧炎微微一笑，他将手掌轻轻放在紫妍血气弥漫的肩膀处，一丝丝血气升腾而起，在粉红火苗下缓缓化为虚无。紫妍体内的化龙血气消散后，脸色也恢复了一点红润。极其虚弱的他在萧炎和彩铃惊愕的目光中缓缓缩小，最后又变回了以前那个小女孩的模样。萧炎摸了摸紫妍的小脑袋，让她和彩铃先出去，这里交给她来。彩铃有些不放心萧炎，想要留下来帮忙，萧炎便让他出手将下方的古龙族人弄出去，不然北龙王随时都可以吞噬他们的血气，战斗力将会一直保持在巅峰。北龙王并没有拦着他们出去，等他将萧炎解决掉，这里的人他会一个个全部吞掉。粉红火焰从萧炎体内涌出，直接将周围的血气蒸发。北龙王的目光十分火热，他能感觉到萧炎的血肉比起龙皇血肉更加美味。他手中泛着血红的巨剑砍向萧炎。萧炎在和北龙王正面交手了一击后，体内的血气略微有些翻腾，
他的眼中闪过一抹凝重。这种实力的对手，寻常斗技根本无法取得太大的战果。萧炎突然收敛住全身气息，双手飞快结出一道道颇为陌生和生涩的印诀。他体内的小一突然睁开双眼，身体上升到萧炎眉心之间，手中结起了和萧炎相同的印诀。北龙王不给萧炎任何时间，手中的巨剑再次对着他的脑袋削去。人火相融，毁灭活体。萧炎瞳孔中微小的火焰莲花疯狂转动，一股毁灭般的滔天气息从他体内涌出。萧炎的身体逐渐变得晶莹透明，甚至能透过火焰看到他体内的五脏六腑。毁灭活体能够和肉体相融，将异火的能量释放到极致，但异火凶猛，人体内部又太过脆弱，哪怕是以前的萧炎也根本不敢施展。但在小一出世后，所有存在的隐患都烟消云散。小一对火焰的掌控，天下间无人能出其左右。虽说这是萧炎首次施展毁灭活体，但他充满了信心。这种毁灭活体几乎是将萧炎变成了一朵移动性的毁灭火莲，唯一的缺陷就是他需要的斗气太过恐怖，即便是以萧炎如今的实力，施展出来也不会超过1分钟的时间。1分钟对于真正的强者来说，足以判决一场战斗的胜负。感受到萧炎的变化，北龙王猩红的眼瞳一缩，无数血气在他头顶上空汇聚成一条比整个龙岛都庞大的血龙。北龙王一脸疯狂，化为一道血光冲进血龙的巨嘴之中，一道1000丈庞大的血光冲向萧炎。萧炎睁开双眼，他漆黑的双眼同样变得晶莹透彻，琉璃般的脸上露出些许沉醉。现在的他便是净莲妖火，若是拥有足够的斗气，他甚至能像净莲妖火一般举手投足，焚山征海。望着那道在眼中急速放大的血光，萧炎没有任何防御，他化为一道火焰流星，和血光正面冲撞，两者接触间，血光一触即溃。北龙王十分不甘，如今的他若是再输，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。刺眼的血光暴涌，一枚半丈大小的实体血珠出现，北龙王将血珠狠狠地朝着萧炎喷射而去。看到这枚充满了族人灵魂的龙魂珠，紫妍眼中的杀意浓郁到了极致。眼看血珠和萧炎碰撞在一起，北龙王顿时狂笑出声，没有人能够拦下他的脚步。但他的笑声还没有完全落下，便戛然而止。一圈圈粉红火浪将血珠包裹，血珠上蕴含的血腥之气在净莲妖火的净化下飞速淡化。净莲妖火净化万物，即便是灵魂也能够被其净化。北龙王眼瞳猛地一缩，一股凉意涌上他的心头。萧炎从血珠中感应到了古龙族人的残魂，他们请求萧炎将血珠送还给北龙王。萧炎屈指一弹，血珠射向北龙王。龙魂珠中的能量有多恐怖，北龙王再清楚不过。若是被击中的话，他这一次就真的要完蛋了。北龙王掉头就跑，但很快他就被血珠追上。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响起，东龙岛的长老们脸上全是劫后余生的欣喜。竹离长老夸龙皇大人这个善缘可真是古龙一族的福星，萧炎几次救他们一族，此番大恩不可不报。见竹离看向自己，东龙岛的大长老点点头，他知道竹离的意思，等古龙一族完成统一，他们便和天府联盟结成盟友。其实2年前紫妍便提起过这件事，但那时候古龙一族中有着分歧，一直未能决定下来。现在萧炎再度出手拯救古龙一族，这番恩情已经容不得再有人说不了。能量风暴消散后，气息相当萎靡，还残留着几口气的北龙王出现。萧炎眉毛微微一挑，太虚古龙的肉体果然强横得很。北龙王让萧炎给他记住了，这个仇他一定会报回来的。说罢，他的身形暴退，火速逃跑。见萧炎追了上来，逃跑的北龙王手掌连挥，北龙岛上飞出数十道身影撞向萧炎，10道七彩光芒从萧炎身后掠过，将北龙岛的人卷起。这些人肉炸弹被解决后，彩铃让萧炎赶紧去抓北龙王。萧炎背后的羽翼一震，晶莹剔透的手掌抓向北龙王的天灵盖。北龙王慌乱之余，心头涌现一抹狠色，身体迅速膨胀，他想自爆，让萧炎也得不到好下场。萧炎直接一记黄泉天怒，北龙王的灵魂剧痛，膨胀的身体也迅速缩小。在萧炎的手掌落在他天灵盖时，北龙王身体僵硬，嘴中急忙求饶。
萧炎掌心猛地一震，一道炽热的暗劲侵入北龙王脑中。北龙王的灵魂在净莲妖火恐怖的高温下蒸发成一片虚无。萧炎收回手掌，任由他的身体如同烂泥般倒下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